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女团组队。随着 SP 孙尚香的加入，女团也有了全新的机制。在新女团的机制下，回血也可以带来回怒，回怒又可以带来输出和回血的提升，以此轮转。因此，最好的选择是能回血的，其次才是能回怒的队友，加速回血回怒的进程。新女团的核心成员是 SP 孙尚香、王源基、诸葛果和蔡文姬，这4个位子基本不会变，剩下的2个位置则可以自由选择。先来说王源基，一个因为新女团机制而再度崛起的武将。王源基原本的机制是透过怒攻来上预言，再透过被预言的敌方武将行动来释放风华。风华会为生命最低的2位武将回血加盾，尽量确保女团不会轻易被减员。在新女团的机制下，王源基风华的治疗是会暴击的。风华不仅仅是只用来治疗而已，风华的治疗量是会被记录，并转换一半的治疗量成为王源基下次怒攻的伤害。而王源基怒攻的伤害又会被记录，并转换一半的伤害成为风华的治疗量，以此循环不断的叠加上去，伤害和回复量就会越来越高。在新女团机制的带动下，不止治疗量会获得提升，回怒速度的上升也加快了王源基伤害治疗转换的速度，让王源基的治疗和伤害都同时获得巨大的提升。在女团的新机制下，王源基的治疗也可以带来回怒，因此王源基在女团里就变成了一个能提供坦度，又能治疗，还能回怒的全能型武将。可以说是 SP 孙尚香提供了机制，但王源基才是女团真正的核心武将。也因着香香只能2回合输出1次，所以队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由王源基在输出的。王源基同时也分担了队里输出的重任，和香香一起组成了女团中的双输出。其他2位核心武将的作用，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。诸葛果主要是负责增加我方回怒和降低敌方回怒的速度，拉大双方在怒气之间的距离，同时还能使我方怒气降低命中和抗性提升，使同列武将的异常命中提升，可说是队里怒气流转的核心。蔡文姬自然就是提供免死、增加容错率和提供全体治疗，顺便给队伍回怒。接下来是几位可替换的队员选择。第1位是貂蝉，实测后意外的在现在的环境里也很好用。貂蝉在女团的怒气快速流转下，可以频繁发动怒攻，释放魅惑控制。魅惑成功了，可使对方无法行动，无法回怒；失败了，也可使目标减怒，并且回怒速度下降。即使魅惑被驱散或消失，也可以给予貂蝉和我方生命最低武将回血回怒。不管魅惑成功或失败，只要用出来了就会有效果。如果选择使用貂蝉上阵，就最好走控滞留女团。诸葛果要战女性同列阴开来控怒，可以选择战貂蝉同列来增加魅惑的命中率。如果挂预言不够稳定，也可以选择战王源基同列来增加预言的命中率。战魂战灵可以使用3怒焰瑶光的配置，将控怒进行到底，这是比较适合坦度不够的平民配置。另一位可考虑的女性武将是甄姬。甄姬代表的是旧女团，其机制是被男性武将攻击时会有减伤。甄姬本身可在开场2回合为全体提供暴击率提升，可为相邻武将承担伤害，同时怒攻也可以为血量最低的武将和自身回血回怒。王源基、貂蝉和甄姬都有类似的为血量最低武将回血回怒的效果，有他们3人同时在场，女团的血量线可以维持的比较平均一些。如果想使用甄姬上阵，就最好以全女性的队伍配置为主，毕竟甄姬最大的卖点还是为女性减伤。不过个人并不是很推荐使用甄姬，原因是目前的环境里有一半的主输出都是 SP 孙尚香，因此甄姬的对男性攻击减伤的作用，有一半时间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。当然，平民玩家在没有更适合的队员下，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甄姬来和貂蝉一起组全女团队伍的。雷云不是女的，不能回血也不能回怒，但是龙盾实在太香了。对上切后队，如果不带上龙盾，几乎都无法避免减员，
是真机的上位替代者。雷云在队里的作用，除了可以用来增加坦度外，也可以充当第三输出，为队伍贡献一点伤害。战魂战灵可以带爆裂瑶光，因为它更适合持久战。也有人喜欢带弱点瑶光的，大家可以自行决定带什么。华佗可以和蔡文姬组成最强的双保姆组合。华佗有治疗，有概率清除异常状态，也可帮助队伍抵抗异常状态。抵抗异常状态可以用来当灼烧、当控制，也可以用来当魂香的破绽。只要不让魂香上怒宫那2层破绽，就可以降低我方被减怒的数量。如果使用华佗上阵，诸葛果就一定要扬开，战男性同列，以回怒为主，尽快让华佗释放出怒放来。双保姆加雷云是以坦度为主的队伍，战魂战灵也可以使用3套连携舞曲，将坦度至上的理念进行到底，这样也方便使用玄武助战，让华佗发挥溢出治疗转护盾的效果。小克可以使用貂蝉加真姬的全女团组，中克可以使用雷云加貂蝉的组合，大克则可以使用雷云加华佗的组合，刻度推荐仅供参考，实际效果以自己的测试为准。以上就是目前比较推荐的女团队伍组合。另外，专武黄月英加曹丕的组合也可以用来打女团内战，其原理就是利用更快的回怒降怒组合，去拉开与对手的回怒差距。站位上其实也没有固定站位，王元姬、魂香、华佗一般都站前排务球尽快出手。实际站位可以按环境去改动，尽量让你的魂香去对位对方的王元姬，也让自己的王元姬避免去对位魂香。因为魂香免疫异常状态，对位魂香会让王元姬少掉一个预言，会大大的影响王元姬循环的速度。雷云也可以考虑战王元姬同列，增强一列输出的效果。但如果切后多，就只能将雷云放到前排去，以避免开场没有龙盾的雷云直接被带走。战斗羁绊使用山河海阔，另一个可使用羽化登仙来对抗灭队增加坦度，或上古神器来增加异常命中率。最后是灵宠的配置，主战平民用肤珠，土豪用腾蛇。肤珠可以降低最大生命上限，也就是女团的治疗量。腾蛇可以降低女团的治疗量，也可以驱散和阻止女团获得增益，比如圣机效果。前面提到的女团治疗，王元姬、貂蝉、真姬几乎都是对位生命最低的武将，这刚好也是腾蛇的攻击目标，因此腾蛇可以有效地针对女团的治愈率。最后一个选择是玄武，如果你的坦度实在不够的，也可以使用主战玄武来维持生存。但如果坦度没问题，那就还是使用上面2个输出型灵宠吧。助战的首选是酸泥，可以使女团的减怒更容易命中。普攻可偷取怒气，偷取的怒气少过150，还可以使最终伤害提升，这些都是女团需要的东西。玄武比较适合雷云华佗组，因为这组的坦度和治疗量最高，比较容易激活玄武的溢出治疗转盾。其他组合也可以自行尝试看看能不能有效激活治疗转盾效果，如果不能就不要带玄武了。最后一个选择是穷奇，主要就是用来驱散开场减益和增加对抗异常状态，一般都是这几个选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